你有过这种感觉吗？走在闹哄哄的菜市场，或者是坐在亲戚朋友聚餐的喜宴上，周围明明全都是人，可你的心里却突然觉得空空的。很多人跑来跟我倒苦水，尼斯啊，我怎么活得这么累，这么孤单啦？别人都笑我太憨太老实，我心里有苦说不出，总觉得这个乌烟瘴气的世界好像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今天我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其实你根本不是命苦，你身上那种跟别人格格不入的感觉，绝对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也不是因为你比较笨，而是因为你根本就不属于这个低维度的世界。你的灵魂是来自更高维度的净土啊！佛陀早在2000多年前的经典里面就讲得清清楚楚了。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叫做末法时代，也就是五浊恶世。这个世间就像一个起火的房子，里面乌烟瘴气，可是有许多曾经在天界在净土修行的菩萨和天人，他们不忍心看着众生在这个火宅里面受苦，或者为了圆满他们自己最后的修行道果，他们选择了乘愿再来，他们自愿跳进这个五浊恶世的洪流之中，来陪大家一起吃苦。但是天道有天道的规矩，为了保证你这一次修行的纯粹性，老天爷不可能让你带着神仙的法力来人间投机取巧，所以在你投胎的那一刻，天道的法则封印了你所有的神通和记忆。你喝下那碗孟婆汤，前尘往事忘得一干二净，变成了一个肉体凡胎，跟着大家一起在这个红尘的泥沼里面摸爬滚打。不过各位要知道，这碗孟婆汤洗得掉你脑子里的记忆，却洗不掉你灵魂深处的印记哦。不管你轮回了多少次，不管你这辈子是男是女，是贫是富，换了多少副皮囊，那份来自更高维度的频率，依然会在某些特定的时刻顽强地从你的潜意识里冒出来，提醒你不要忘记你是谁。今天我就来帮大家解密，天人转世身上一定会带有5个抹不掉的印记，你拿这5个印记去对照一下你自己，或者对照一下你身边那些老是被欺负老是吃闷亏的傻好人，你就全明白了。我们来讲第一个印记，这个印记最明显，根本藏不住，那就是你那双即便历经沧桑却依然不染尘埃的眼睛。有一句话说得好，相由心生。孟子也讲过一句话，存乎仁者，莫良于谋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看透一个人，不要去听他嘴巴讲什么，嘴巴是可以骗人的，但是一个人的眼神永远无法掩饰他内心的底色。你们去观察一下周围的人，大多数的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在社会上打滚久了，为了赚钱，为了争一口气，每天都在算计，每天烦恼谁家儿子又发财了，隔壁邻居是不是占了我家防火巷的便宜。算计久了，人的眼神是会变的。你会发现很多人的眼睛慢慢变得浑浊，眼白发黄，布满血丝，眼神里面充满了世故、防备，甚至透着一种贪婪和凶光。不过吼，有这么一种人，你看他可能已经满头白发了，脸上长满了皱纹，可是当他安静地看着你的时候，你会被他的眼神吓一跳。为什么？因为他的眼神竟然还保持着一种清澈和透亮，黑是黑，白是白，干干净净的。你以为这种清澈是因为他们命好，被保护得很好，没有经历过人性的黑暗吗？错啦，完全颠倒过来，恰恰相反。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给你们听。我有个病人，我们叫他阿珍婶好了。阿珍婶今年60多岁了，在传统菜市场卖了快40年的素食菜包。阿珍婶这辈子苦不苦？苦透了。30多岁的时候，先生在外面赌博，欠了一屁股债，跟别的女人跑了，留下3个还在读国小的小孩。阿珍婶每天凌晨2点就要起床备料揉面团，天还没亮就推着车去市场占位置，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拔长大，攒了一点辛苦钱。结果呢，他最信任的结拜好姊妹说要起个互助会帮他理财，结果那个好姊妹把汇钱全部卷走，连夜跑路了，连带把阿珍婶一辈子的积蓄200多万全骗光了。这要是换做一般人，早就崩溃了，对不对？早就每天跑到人家家门口撒冥纸拉白布条，整天怨天尤人，逢人就骂这个社会不公平，眼神里肯定充满了怨恨和戾气。可是阿珍婶没有。我那时候去看她的时候，她刚被骗完没多久，亲戚朋友都在旁边骂她，阿珍啊，你就是太老实
太憨啦，别人都把你卖了，你还在帮人家数钞票。阿珍婶听了，眼眶红红的，偷偷抹掉眼泪。可是当他抬起头看着我的时候，你使我心里都震慑了一下。他的眼睛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恶毒跟仇恨，他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说：尼斯啊，这可能是我上辈子欠他的啦，还清了就算了，我不怪他，他可能也是遇到了过不去的难关才会这样做。说完，转头看到旁边有个捡回收的欧巴桑经过，他还是习惯性的包了2个热腾腾的菜包塞到人家手里，笑笑的说：趁热吃哦。各位啊，你说阿珍婶傻不傻？在世俗的眼光来看，他简直傻透了，简直是个软柿子，谁都能捏一把。但是我告诉你，这不是愚笨，这是天人的高贵。他们可能比常人见识过更多的背叛，更多的欺骗，被捅过更多的刀子，但是这些人性的污垢，这些世俗的肮脏，就好像水滴落在荷叶上一样，从来都无法真正附着在他们的心上。你在生活中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很低调，不喜欢跟人家争抢，也不懂得那些圆滑世故的交际手腕。老板要你去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你做不出来。同事在背后搞小圈圈，说人家坏话，你也插不上嘴，所以你常常被人家笑，说你不上道，不知变通，死脑筋。可是每当你安静下来，用那双纯净的眼睛去注视着那些心怀鬼胎的人时，那种目光往往会让对方感到莫名的心虚和震撼。因为在你的清澈面前，他们所有的算计都显得那么肮脏，那么不堪一击。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神识深处，你的灵魂底层依然记得天界那种极致的纯净与美好。这个世间的染缸再黑，也染不黑你灵魂的底色。你在这个世界上，每一次即使受伤流血，你爬起来擦干眼泪，依然选择去信任别人。每一次即使吃了大亏，被人占了便宜，你依然选择保持善良。这绝对不是因为你懦弱，不是因为你智商低，而是因为你的灵魂本能的在排斥那些污垢。这是一种近乎固执的纯真，这就是你作为天人转世最明显的身份证。不管这个世界变得多么乌烟瘴气，你的眼睛就是你在这个染缸一样的世界里依然坚守着的一块最后的净土。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眼睛清澈的人，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他，保护他，因为他是一块人间无价之宝。如果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请你不要再为了自己的不够圆滑而感到自卑，抬起头来，你的清澈就是你身上携带的圣光。我们接着来讲第2个印记，这个印记啊，叫做深入骨髓，无法被人群治愈的孤独感。很多老人家跑来找我算命，一坐下来就唉声叹气：尼斯啊，我命好苦，我好孤单啊。老伴走得早，小孩子都在台北，在竹科上班，逢年过节才回来一趟，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听了都会跟他们说，你那个不叫孤独，你那个叫寂寞。寂寞是什么？寂寞就是你想要有人陪你吃饭，想要有人陪你去逛菜市场，想要凑一桌打麻将，缺3缺1。寂寞是只要有人塞进你的生活里，你这病就好了。但是天人转世的孤独根本不是凡俗意义上的寂寞，那是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悲凉感。我讲一个真实的案例，你听听看，这像不像你？我有个老朋友，我们叫他文雄伯好了。文雄伯今年快70了，以前是个老老实实的公务员，他人缘其实很好啊。他有很多老同事、老朋友，街坊邻居看到他也都会热情的打招呼。有一年除夕夜，他们大家族围炉，在一家很高档的海鲜餐厅齐开3桌，闹哄哄的亲戚朋友们全来了，每个人穿得光鲜亮丽，一坐下来，话题永远都是那些大嫂在那边得意洋洋的炫耀：哎呦，我们家那个大儿子啊，今年在台积电那个年终奖金发了多少多少，过完年准备在竹北买第3间房啦。二伯喝了2杯高粱，脸红脖子粗了在吹嘘。我跟你们讲，我上个月听那个群主的名牌股票一口气赚了200多万，旁边的3姑6婆更是凑在一起，比谁的媳妇过年包的红包大，比谁手上的金戒指粗，比谁拿的包包是名牌。可是就在那个闹哄哄杯盘狼藉的当下，文雄伯突然觉得心里一阵阵发冷，心里空荡荡的。他看着满桌的饭菜，听着那些口沫横飞的吹嘘，那些声音听起来变得好遥远，好像隔着一层玻璃。他看着这些亲戚朋友的脸上闪烁着那种贪婪、攀比又兴奋的表情，
文雄博心里突然涌起一个念头，好肤浅啊，这些快乐和悲伤怎么都这么短暂，这么没意思。他觉得自己快喘不过气来了，一种巨大的铺天盖地的空虚感瞬间把他整个人给吞没了。他看着那些笑得东倒西歪的人群，努力尝试过要去融入他们，他试着去聊股票聊房价，可是他发现自己根本办不到。他的内心始终像是一个冷眼的旁观者，一丁点真正的共鸣都产生不了。各位，文雄博生病了吗？没有。他是个怪胎吗？也不是。我告诉你，这就好比一只在云端翱翔的凤凰，一不小心误落入了一群正在争抢腐肉的乌鸦群中。乌鸦在那里呱呱呱地叫着，为了抢一块臭酸的烂肉打得头破血流，还转过头来问凤凰，这肉多香啊，你怎么不来吃一口？你这人真是不合群。凤凰能吃得下吗？吃不下啊，那个东西对他来说是垃圾啊。就算你为了不被排挤，为了在世俗眼光中当个正常人，你强颜欢笑，你伪装自己，勉强跟着吞了一口腐肉，你的灵魂也会立刻反胃，把你恶心个半死。无论你怎么伪装，那种生命维度的不同，注定了你永远无法在这种世俗的狂欢中找到归属感。这在我们命理的角度来说，叫做气场不合，叫做频率不同。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道理。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磁场频率，你的频率太高了，你的神识深处早就见识过天界那种精神层面的极致喜悦，所以你来到这个低维度的物质世界里，你觉得这些名利都是虚幻的，你收不到他们的讯号，他们也听不懂你的天籁之音，所以你很难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可以共振的同类。很多人因为这种孤独感痛苦得不得了，觉得自己被世界遗弃了。今天我把话给你点破，你一定要听好，这种孤独根本不是老天爷在惩罚你，相反的，它是上天对你的一种最高级的保护。你仔细想想，如果没有这种孤独感，如果你跟大家一样，一聊到赚钱就兴奋，一聊到八卦就来劲，那你是不是就彻底沦陷在这个五浊恶世里了？你是不是就跟着他们一起去造业，一起去贪嗔痴了？老天爷太了解你了，他怕你这个下来历劫的天人在这红尘里玩得太开心，把回家的路给忘了，所以他特地赐给你这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这就像是一道无形的防护罩，一个强大的结界，这道结界把你跟世俗的染污狠狠地隔绝开来。当你在人群中感到痛苦，感到格格不入的时候，就是在逼迫你远离那些不必要的无效社交，逼迫你不得不向内行走，逼迫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翻开一本好书，去静坐，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只有在剥离了世俗的喧嚣，只有在那个绝对的无限宽广的精神世界里，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安宁。所以如果你常常觉得自己像文雄博一样在人群中感到无比的孤独与悲凉，请你千万要珍惜这份孤独，不要再去讨好那些不属于你这个圈子的人了，不要再为了合群而委屈自己了，享受你的孤独吧，因为只有在绝对的安静中，你才能听见来自灵魂故乡的呼唤。各位，前面讲了眼神，讲了孤独，现在我们要讲第三个印记了。这个印记啊，我看过太多了，说起来真的是非常奇妙，甚至有点不可思议。这个印记叫做对修行和真理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渴望。你可能会说，尼斯啊，我平常又没有在吃斋念佛，我也很少去庙里拜拜，我怎么可能对修行有渴望？你先别急着否认，我讲的修行不是叫你一定要剃个光头出家，也不是叫你每天敲木鱼。很多天人转世的人这辈子投胎刚好出生在一个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甚至他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教他相信唯物主义，他是个非常铁齿的人哦。我来讲一个我遇过的一个经典案例。我以前有个邻居，我们叫他林董。林董是做传统机械零件加工起家的，标准的台湾硬汉，白手起家。他这辈子只相信一句话，爱拼才会赢。什么神啊、佛啊、风水啊，他以前通通嗤之以鼻，觉得那都是迷信，是软弱的人才去信的。结果有一年，他大概快60岁的时候，有天下午突然下了一场好大的西北雨，他刚好在万华那边办事，没带伞，就赶紧跑到龙山寺旁边的一个屋檐下躲雨。那时候庙里刚好在做法会，里面传来和尚尼姑诵经的声音，还有那个敲大磬的声音，当了一声悠悠长长的。林董后来跟我说，尼斯你知道吗？
就在他听到那声当，还有那句他根本听不懂的经文时，他整个人就像是被10000伏特的电流给电到一样，从头顶一直麻到脚底板，全身的鸡皮疙瘩瞬间全部站了起来。然后发生了什么事？他一个快60岁，在商场上跟人家厮杀大半辈子的硬汉，竟然站在那个屋檐下，对着庙门口莫名其妙的眼泪狂流。旁边躲雨的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他，以为他破产了还是家里出事了。但他心里很清楚，他根本不是因为委屈，也不是因为伤心。他说，尼斯，我那时候心里有一种感觉，就好像一个在外面流浪了几十年的孤儿，突然听到了母亲在叫我的名字。各位，这种眼泪叫做灵魂的触动。为什么会这样？历史上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高僧，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原本是个什么人？是个在山上砍柴的樵夫，大字都不识一个啊。结果有一天，他偶然听到《金刚经》里面的一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大师一听，当下就恍然大悟，直接开悟了。别人读了一辈子的经书都读不懂，他一个不识字的乡下人听一句就懂了。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他根本不是在学习新的知识，他是在唤醒沉睡的记忆啊。你也是一样的。对于你来说，你可能不喜欢烧香拜佛那些仪式，但是你对探索生命的真相，对宇宙的奥秘，对生死的问题，有着一种天然的无法控制的兴趣。你看看你自己，或者是你身边这种人，别人老了都在看8点档，看综艺节目，看哪里有好吃好玩的。你呢？你喜欢看的书，喜欢听的节目，往往是那些探讨哲学、灵性、心理学，甚至是讲述生死轮回的深奥内容。你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脑子里常常会冒出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死后又要去哪里？这种终极命题总是萦绕在你的心头。在旁人看来，特别是你的另一半或者你的孩子，他们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人神神叨叨的，整天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有钱不赚，就想那些有的没的。可是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这种对真理的饥渴感，就像是一个迷失在撒哈拉沙漠里快要渴死的人对水的渴望一样，无比的真实，无比的强烈。这是因为你的神识深处，你灵魂的记忆库里曾经沐浴过天界那种大智慧的光芒。你虽然喝了孟婆汤，但你的灵性没有瞎，你骨子里深知这个物质世界里的名利、地位、别人的眼光，全部都是虚幻不实的。这些东西生带不来，死带不去。你很清楚，只有精神上的解脱才是生命永恒的追求。所以啊，如果你有这种特质，千万不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脑袋出问题了。这种渴望是你灵魂深处从来没有熄灭过的火种，它在指引你穿过这五浊恶世的重重迷雾，去把那个原本就具足大智慧的你自己给一点一滴的找回来。各位，我们接着来讲第4个印记。这个印记跟你每天晚上睡觉有关，那就是你经常会做一些极其殊胜、完全超脱现实的梦。我们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心藏神。白天我们醒着的时候，神是在我们身体里面指挥我们工作、吃饭，到了晚上睡觉，眼睛一闭，神识就溜出去玩了，这就变成了梦。对于我们一般的凡夫俗子来说，梦境是什么？老祖宗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说白了，那就是你白天大脑里面的垃圾大扫除。你白天被老板骂了一顿，晚上可能就梦到被狗追着咬。你白天惦记着股票跌了，担心钱不够用，晚上就梦到钱包掉进水沟里。那种梦啊，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醒来之后，你只会觉得头昏脑胀，越睡越累。这叫做欲望被压抑后的释放。但是对于来历不凡的你来说，你的梦境绝对不是这种大脑垃圾，你的梦境往往是你灵魂出窍回归本源的时刻。我来讲个最经典的例子。我有一个老信徒，我们叫她美玲阿姨。美玲阿姨快70岁了，她这辈子就是个标准的台湾好妈妈、好婀娜。年轻的时候为了帮先生还债，在加工出口区做女工，老了先生走了，她还得帮忙女儿带2个皮得要命的孙子。每天早上起床，那是腰酸背痛，膝盖退化，连下个楼梯都要扶着把手，生活把她压得就像一块干瘪的抹布。可是有一天，她跑来找我，神神秘秘地跟我说，尼斯啊，我最近常常做一种好奇怪的梦，可是梦醒了我又觉得好舒服，
我是不是快要蒙主宠召了？我问他梦到什么，他说他常常梦见自己在天上飞。各位啊，不是坐飞机那种飞哦，是自己整个人腾云驾雾，像神仙一样自由自在的飞翔。美玲阿姨说，在梦里她根本感觉不到自己那副又老又痛的肉体，没有50肩，没有退化性关节炎，脚下踩的不是我们人间那种泥泞的柏油路，而是层层叠叠漂亮的不得了的云海。抬头一看，是那种璀璨到会发光的星河。她说在梦里那种感觉无法用人的语言来形容，只有2个字，轻盈。还有一种打从心底冒出来的狂喜。他还常常梦见什么呢？梦见一些极其宏伟、极其壮丽的宫殿和庙宇。那些建筑根本不是我们台湾常见的那种红砖绿瓦，而是充满了金色的光芒，连柱子都在发光。里面缭绕着一种很好闻的奇异香气，还能听到一种直达心底的仙乐。最神奇的是，他有时候会在梦里遇到一些看不清长相，但是感觉非常亲切的长者。这些长者全身散发着白光，在梦里摸摸他的头，教导他，点化他。美玲阿姨说，早上醒来之后，虽然长者讲了什么话，她一句都记不得了，但是那种被保佑、被加持、被深深爱着的温暖感，会在她的胸口热乎乎的持续好几天。她那天就算孙子再怎么吵闹，她都不会生气。我听完就笑了。我拍拍美玲阿姨的肩膀说，阿姨啊，你不是要走了，你那是回家去探亲啦。我们老祖宗庄子曾经讲过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叫做庄周梦蝶。庄子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快乐得不得了。醒来之后，庄子就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是我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其实我是一只蝴蝶，现在正在做梦变成庄周？一般人当这是一个哲学笑话，但尼斯告诉你，这是一个极度深刻的天机。对于你们这些天人转世的高维度灵魂来说，现在这个充满了房贷、病痛、生离死别，每天要吃喝拉撒睡的沉重肉身生活，才是一场漫长而逼真的大梦啊！而你在梦里体会到的那种自由自在，那种浑身散发金光的状态，才是你灵魂原本真实的生命面貌。你一定会问，为什么老天爷要让我做这种梦？既然都把我丢下来吃苦了，干嘛还让我想起天上的好？各位，这是因为老天爷慈悲啊，他知道这五浊恶世太苦了，他怕你撑不下去啊。这些特殊的充满仙气的梦境，就是老天爷在你投胎的时候偷偷给你留的一扇后门。当你在现实生活中被重担压得喘不过气，当你被亲人背叛痛不欲生，当你觉得这人间实在太不值得的时候，老天爷就在晚上你睡着的时候偷偷把你接回去，让你隔着门缝看一眼家乡的样子。这是老天爷寄给你的一封家书，他是在用这种方式为你充电，给你继续在这个人间前行的力量。他在你的梦里轻轻地告诉你，人间这一切的苦难和沉重都不过是过眼云烟，都是假的。你再忍耐一下，把功课做完，你原本就是这么自由这么光明的。所以如果你也常常做这种飞翔的梦、发光的梦，请你早上醒来的时候对着镜子笑一笑，因为你刚刚回了一趟天上老家。好，各位，我们来讲这第5个印记，也是最让人心痛、最让人觉得老天爷不长眼的一个印记，那就是你这辈子往往会经历常人根本难以想象的劫难和坎坷。每次我讲到这里，一定有阿公阿嬷气得跳脚，指着我的鼻子问，尼斯啊，你前面说我是天人转世，说我是从高维度下来的，既然我来历这么不凡，既然我上辈子有修有福报，那为什么我这辈子的命运这么多舛？为什么我这辈子比那些坏人还要苦啊？这还有天理吗？这还有王法吗？你先别激动，深呼吸，听尼斯慢慢跟你说。佛陀在《法华经》里面把我们这个三界比喻作火宅，也就是一间正在起火燃烧的破房子。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娑婆世界叫做五浊恶世，在这个世界里有一个铁律，没有痛苦就绝对没有觉醒。你想想看，天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佛经里写的明明白白，那叫思衣得衣，思食得食。你想穿什么漂亮的衣服，念头一动，衣服就穿在身上了。你想吃什么山珍海味，念头一动，满桌好菜就来了。在那里没有生老病死，没有房贷车贷，没有婆媳问题，没有老板刁难，舒舒服服的。可是太舒服了会怎么样？会堕落啊，会忘记修行啊。
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家里有钱，每天吃喝玩乐，他会去奋发向上吗？不会嘛。天人也是一样的，享福享太久了，灵魂里的杂质就慢慢沉淀下来了。所以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乘愿再来，就是因为你发现自己的修行卡住了，你发现你那颗心还有一点点维系的杂质没有清干净，你为了要突破，为了要成佛成菩萨，你一咬牙自己主动填了志愿表，跳下来这个人间地狱，就是为了借助人间的苦难来磨练你那颗心。老天爷是怎么磨你的？老天爷的手段可狠了，绝对是招招致命，刀刀见骨。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恐怖的规律，你最在乎谁，谁就会来伤害你，你最执着什么，什么就会离你而去。我来讲一个我遇过最惨的真实案例。这位老太太，我们叫她秋兰婀娜。秋兰婀娜这辈子把所有的心血全掏给了她那个独生子。老公走得早，她一个人做家庭代工，去帮人家洗衣服，打扫办公室，把儿子拉拔到大学毕业。儿子说要创业做生意，秋兰婀娜二话不说，把住了大半辈子的老家老公寓给卖了，拿着几百万的老本给儿子去开公司。结果呢，儿子生意失败，还娶了一个非常势利眼的媳妇。媳妇嫌秋兰阿嬷老了，身上有老人味，手脚不干净，不准他抱孙子。最后儿子竟然听了媳妇的话，半哄半骗的把秋兰婀娜送到深山里一间破破烂烂的廉价安养院，然后每个月连看都不去看他一眼，打电话去还嫌烦。秋兰阿嬷在安养院里天天哭，哭到眼睛都快瞎了。她问我，尼斯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把命都给他了，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各位，你说这是不是人间惨剧？是不是觉得这儿子会下地狱？但是在天道的眼光来看，这是什么？这叫做断除你的情执。秋兰婀娜太执着于亲情了，她把儿子当成了她生命的全部，当成了她的神。上天为了让她明白人生本来就是孤独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业力，就必须派他最爱的儿子拿着最利的一把刀，狠狠地刺进他的心脏。只有痛到彻底死了这条心，痛到万念俱灰，他才会学会放下，学会独立和自爱。除了亲情，还有名利。我有个做大老板的信徒，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他白手起家创立的公司，结果在快退休的时候，被最信任的合伙人跟会计联手做假账，一夕之间宣告破产，还背了几千万的债务，差点去跳楼。为什么让他经历破产？是为了让他看破名利的虚幻，让他知道这些钞票不过是一堆废纸，学会什么叫随缘。还有很多人一辈子没做过坏事，老了却得了一身怪病，癌症、洗肾、中风，躺在床上受尽折磨。为什么让他经历病痛？是为了让他亲身体悟肉身的无常，让他知道这个身体只是借来用几十年的皮囊，学会借假修真。这就好比烈火炼金，一块金矿石从山里挖出来，里面全都是泥巴、石头跟杂质，你要怎么让它变成闪闪发光的纯金？你能把它泡在温水里洗一洗吗？没用的，你必须把它丢进几千度的高温熔炉里，用烈火反复的烧灼熔铸，把那些不是金子的东西全部烧成灰烬。老天爷让你经历众叛亲离、倾家荡产、病痛折磨，每一次的打击表面上看是命运的刁难，是老天爷在整理，但实质上那是慈悲的成全。这一切的苦难就像一把锋利的雕刻刀，一刀一刀血淋淋的削去你身上那些傲慢、贪婪、嫉妒、恐惧的习气，只为了最后一刻让你露出里面那尊光芒万丈的佛性。这时候一定有聪明的老人家会问，尼斯，既然我是下来考试下来历劫的，那为什么投胎的时候要把我的记忆封印起来？如果让我带着天人的神通和智慧直接在人间显灵救人，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不让我记住我是谁？哎呀，这句话问到点子上了，这其中蕴含着极深极深的天机。大家竖起耳朵听好，如果今天让你带着前世的记忆来到人间，你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自己是天人下来历劫的，你知道只要在这辈子做满1000件善事，你死后就能立刻飞升回到天上继续做神仙。请问这时候你去做善事，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乞丐，你给他100台币，你心里想的是太好了，我离回天上又近了一步。各位，如果带着记忆，你所做的一切善事
都会带着强烈的功利心和目的心。这还叫修行吗？这根本就是一场交易啊！你在跟老天爷做买卖啊！佛家讲，真正的慈悲是什么？4个字：三轮体空。意思就是没有布施的我，没有接受布施的人，也没有布施这件事，一切都是发自本心，自然而然。所以老天爷为什么要封印你的记忆？他就是要狠狠地把你扔到一个绝对黑暗、充满未知、充满诱惑跟痛苦的泥沼里面，把你扒得精光，剥夺你所有的优势和依靠。他要考验你，在你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在你看不到任何未来，在你受尽委屈连糖果奖励都没有的情况下，你是不是依然愿意把手里的面包分给别人？只有在这种绝境下，你依然本能的选择善良，那才是货真价实的真佛性。这就好比一个微服私访的皇帝，他如果穿着龙袍去体恤民情，那叫做秀。老百姓当然对他好，他必须脱下龙袍，穿上破衣烂衫，混迹在乞丐堆里，被恶霸殴打，被小人欺凌，受尽了人间的冷眼，却依然心怀天下，想着怎么让老百姓吃饱饭。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气。所以各位不要再抱怨命运的不公平了，不要再因为自己的遭遇比别人惨而感到自卑跟绝望了。你眼里的清澈是你从天上携带下来的圣光，你心里的孤独是你作为精神贵族的最高勋章，你对真理的渴望是老天爷设定好的回天导航系统，你的殊胜梦境是老天爷偷偷塞给你的家书，而你这辈子所经历的所有血泪，所有苦难，全部都是你未来成佛成菩萨的资粮啊！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你以为这句话是随便讲讲的吗？这是在讲你啊！在这个群魔乱舞的末法时代，你我都是带着使命下来的。我们不是来自人间享福度假的，我们是来发光的。诸位啊，今天我讲了这么一大堆，讲得口干舌燥，这5个印记就是你的身份证。从今天开始，把胸膛挺起来，不要再怨天尤人了。只要你守住那一念初心，在这个红尘里练心，在磨难中觉醒，你走到哪里，哪里的花草树木都会因为你的频率而变得茂盛。你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会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温暖。这才是真正的改运救命之招。在这个末法时代，五浊恶世，群魔乱舞，但是你我都是带着使命而来的。我们今天能在这个影片里相遇，这绝对不是偶然，这是我们在天上早就约定好的缘分。既然我们频率相同，既然我们都是要准备回家的人，我今天在这里有一个作业要教给大家。我邀请大家在留言区留下一句善言，或者为这个世界，为你的家人留下一句祈福。你可以写下愿众生离苦得乐，愿天下无灾无难。你也可以写下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愿我自己早日觉醒。哪怕你只是简单写一句，祝福看到这条留言的每一个陌生人平安健康。当几千个几万个跟你们一样善良的灵魂把你们的祝福和善念聚集在这个留言区的时候，这里会变成一座充满光明的虚拟道场。每一个点进来的人都会被你们的善意给疗愈，给加持。当你终于看破这如梦幻泡影的一切，当你终于在无数的泪水中绽放出一个慈悲的微笑时，你会发现原来你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个光明的家园。这世间所有的流浪，所有的苦难，都不过是为了让你更深刻地懂得回家的意义。愿每一个迷路的灵魂都能在觉醒中重逢。